朋友们，感谢我这位朋友来我们广西桂林工程。我也是知识的长期粉丝，经常看他的视频。今天呢，很有幸能够来到知识的家乡，广西的工程，在这样一个360度真的是环绕式度景观的观景平台上面做这一期访谈很开心的，因为我今天早上吃过了他们家正宗的手打油茶，还有很多当地的特色小吃。谢谢你大哥，不用谢，不用谢。对，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吧。我也是在德国工作生活了有差不多快7年的时间。我是2018年由公司外派到德国的，然后呢，疫情期间也是留在了德国，直到2025年，也就是去年5月份，我就搬回上海了。很开心我能够回国，因为在德国7年的时间呢，也是经历了很多，学到了很多，体会了很多，这也让我更珍惜现在国内的生活。好的，那我可以问问你吗？你既然谈到在德国的那个工作及生活，肯定凡事都有好，还有不太好的那面啊。那你说说，你觉得德国好的，我们中国应该可以向德国学习的地方，以及你觉得不太好的地方？就是在德国呢，我觉得一个可能是不是很多人所谈到的问题，我就是觉得德国人包括欧洲人的审美，可以值得我们国内的人学习。因为我在那边确实感受到很有文化气息，然后呢，家家户户都把自己的家整理得非常干净、漂亮、舒服、舒适，这个给自己的一个工作跟生活带来一个很好的享受。在国内呢，我们可能生活过得有点匆忙很多人在这个方面没有那么大的去花心思，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值得花心思的，这是我们可能是需要向西方借鉴的一点吧。其他呢，因为我20多年前也在欧洲短暂的待过，就是20多年来这个对比呢，实际上没有那么大的区别。也就是说没有什么变化的意思吧？对的，没有那么大的变化。这个对我来说其实是挺震撼的，因为中国在20年内的变化远远的超过了西方20年的变化，甚至西方是在有点走下坡路，就是它没往那个更好的一个方向变。所以说20多年在西方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里头，我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真的忙选举啊，可能忙选举，然后就是路坏了没人修，然后电梯坏了也没人修，就这几点是让我在德国的时候感受很深的。因为我经常我不开车我在德国不开车，所以呢经常会坐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而这点也是正是我最煎熬的一部分。每一次出行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奇葩事情发生，这点我就不需要我详述了，我相信在德国的朋友甚至在欧洲的朋友都有这样的体会，多多少少吧。对，还有呢，就是我觉得德国人的他们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严谨就是中国以前非常珍视这一点，就觉得为什么德国能够制造出世界上最精密的仪器、最精密的机床，就是他们严谨，这点是没错的。但是呢，就是说如果在生活各个方面都严谨成这样，那就是一种大大的压迫感。在德国很多事情都得按照他们的一个方式。你是说各种法律法规啊，这种制度太多了是吗？对，还有呢，就是生活当中有各种各样的模式就德国人认可的模式。就当你一个外乡的人或者是外国的人，就是不知道不懂，由于不懂该怎么做，就往往会出现一些小插曲、小问题。这个呢，可能是由于文化的差异所导致的，也是由于德国人的这种严谨的，在我眼里是有点死板，就是严谨的有点严谨过头就死板了，过头就成了死板，就是这种方式所带来的。这点让我也是，怎么说呢，就是经常会有一些焦虑感吧，在德国。好的，那你这次来我们广西你来了不少的地方，那你
也谈谈对广西的感受，可以吗？可以的。就是广西呢，就是说，真的是一个灵山秀水、物产富饶的一个地方。我从北海开始，一直到崇左，一直到百色，然后再一直到桂林，看不完的景色，看不完的美景，而且都是大景，大山大水的这样的一个大景。这些景色我可能，在欧洲看不到，因为欧洲也是有非常非常美丽的景色，但像桂林这样的地貌，喀斯特地形，像广西这样的地貌，对广西这种地貌，就是其实整个广西很多都是这样的。我背景后面的这些山峦，这个在欧洲挺少见的，对。而且呢，我觉得意犹未尽，很多地方都没有机会去，因为我是自由行，也没有自驾，所以说都是靠公共交通，很多地方去不了。但是呢，我希望有机会以后还能去，肯定有机会的。就是祖国的大好河山，光一个省就看不完了，所以我也在准备下一次的旅行了。就是从大上海来到我们这种非常落后的省份，给你的感受是什么？你觉得我们中国的发展，你觉得好不好？对比你去过的欧洲，比如说南欧那些国家呀，还有其他那些国家，你觉得怎么样？中国这发展目前？对，广西省在我们通常的认知当中是比较偏远的一个省份，在广西省的20多年，肯定要比欧洲要发展的要多，这点是肯定的。但是如果我们横向比较的话，跟中国的其他省份比较的话，我觉得广西的发展还是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提升，因为这边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工业，然后主要也是以旅游业为主。但是在广西呢，我感受，因为我20多年前也来过，变化不是特别的大，当然它也是在发展，跟其他省份还是有一点点差距。所以说我是希望，国家呀，包括一些开发商啊，能够看到广西这么优质的资源，这么优质的资源绝对不能浪费。现在大家很热衷去新疆、去西藏，去一些偏远的地方看美景，但是广西的景色真的是绝对不输那边。我认为是各有特色，比如说新疆有新疆特色，对吧？对，西藏有西藏，广西有广西的啊。但是广西最近几年有点低调，我的意思是，对，没有那么多网红的地方被低估了啊，被低估了，对。还有，我刚听你开头的时候谈到一点，你说你从德国回到中国之后，你在德国待了7年，你说对吧？好像你说了感恩那个词，对吧？你是觉得回到国内就特别的好，那你为什么有这个感触呢？这点就是挺奇妙的啊！就是以前我在中国认为很多理所当然的，你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我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比如说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就是还有各种各样的服务，这些我们都是生活当中认为，好像就是应该这样的但实际上在国外根本发生不了，所以当我回到中国的时候，更多的是以另一种眼光去看待这些我们大家习以为常的事情，然后去思考这些事情到底是怎么做成的。实际上里头的因素很多的，不像大家想的那么简单。包括国家，包括各级的政府，包括勤劳的中国人，是花了很多的力气，去把一些本来很复杂的事情把它简单化。在德国最大的感触就是好多事情都是复杂化，一件事情复杂化、低效化，好多的步骤才能去实现。然后呢，因为他们是一个以逐利为目的的，很多把原来整套的服务，他把它拆开来，虚片化收费，这个是我很不喜欢的一点。对，就是在中国你会发现好多都是其实是免费，或者是甚至人家其实不用这么干的，但是他们也会这么帮你。还有就是灵活性就是我们中国人只是想把那个事情做成，就没有结果最重要，没有德国那么多条条框框。你说到那个所谓的服务，像德国或者西方，它是拆开来收费，对吧？我举个例子昨天我们感受很深，我们攻城一家小的那个街边那个餐馆去吃饭，对吧？你看
我们炒了那个炒米粉一份10块钱，然后就没有任何其他收费了，对吧？然后那个主人他给我们提供油茶，还给我们提供凉茶，都是免费的。对，只要这种2个免费的东西，在德国绝对是分开另外收费，绝对是另外对不对？收费的，水也要收费。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我们的机场啊，还有火车上面都有免费的热水可以自取，温水、热水、凉水都有。还有那个火车上面，我们中国有这个开水，对吧？对啊，有啊。德国是没有的。没有的，就因为中国人喜欢吃泡面嘛，所以在那个过道当中都可以去泡茶也可以用，泡茶也可以去取热水，就光喝热水也可以，这点是很人性化的。就是方方面面了，这个我们也不用那么展开那么多。就是举一个例子，就很多你从小的例子可以知道，就像刚才你说的啊，就是我们平常在中国日常生活中很多东西，你以为就是理所当然的，对的，但是在世界其他地方并不是，可能你要得到这个服务要另外花很多的钱，对吧？或者根本就没有。就回来这1年当中，我觉得中国按照目前的一个发展方式跟速度，这以后就是会发展成中国跟 rest of the world 就世界的其他部分这2个分隔开来的，因为我觉得中国和外国对中国的存在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这很多人想拷贝中国，但是拷贝不出来。在中国的很多模式啊，有它的独特性，这是基于我们一个强大的科技，还有呢政府的执行力，还有呢就是规模，市场规模，还有加上人。对，我觉得人是很重要。中国的勤劳，还有呢，中国人勤劳，还有中国人能够接受新科技。就是对这种技术比较开放。虽然德国也说我们对技术开放，但其实它不是的，特别保守啊，对吧？特别保守。德国对投资也很保守。其实我也今天带着一些问题来的，看到了，这片土地，然后看到了知识的家，我就是非常的感兴趣。我想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知识，因为你出去到德国留学的时候，应该是90年代。对，90年代中期。对，我是94年去的德国。94年去的德国，那时候实际上去国外的还是很少的，很多都是公派的，自费留学很少，对，自费留学很少，等于是刚刚开始，对，我就赶上第一波。对，那你是怎么从这样一个几乎是个田野当中走出去，然后并且选择德国留学的？我觉得我是相对来说比较幸运的人，与他的机遇也有很大关系。你抓住了，那你可能就可以改变你的命运了啊。从当学生以来吧，就一直成绩还不错。然后呢，我就考上我们本地的重点中学，然后又考上了北京。我在北京之后呢，在大学的时候，我做一个项目的翻译，它是中国和那个德国的一个项目的翻译，做的英文翻译。当时就认识了一个德国项目的负责人。是这样一个机遇，而且我不得不承认啊，那个时候的我们是比较崇洋媚外的，所以呢，有机会我肯定是想再去国外留学。我一直跟那个项目负责人有联系，后来有一天我就问他，我说，我非常想去德国去留学，你说，我应该怎么去？因为当时呢只有2条路，第一条路就是你找一个德国的担保人帮你经济担保。不用给你钱，但是他担保你，比如说你的钱拿不出来的时候，那个人可以帮助你，是这个担保。另外一个呢，你自己得有钱，你可以自保，银行存款。对，银行存款。但是我们这个农民的家庭肯定没有那个经济实力啊。是。后来呢，他说我可以担保你，那有这样一个机会，我就放心了，我就去了，我就辞掉我国内的职务，然后我就去北京学了1年，就脱产1年德语。然后呢，我在中国考过了德国的大学语言考试，然后我就直接过去那个上学了。对，第一个是就是说，你说崇洋媚外，我可能不太同意，因为可能就是一种对国外的一个好奇心吧，没有想去看世界。没有，不是，在那个年代，绝对大部分人是崇洋媚外的，因为当时你知道吧，中国当时的 GDP 人均是400美元左右。当时德国已经是2万美元左右了，你看这区别有多大？没得比的。那确实那时候还是我们。而且中国那时特别贫穷，中国当年呢是跟非洲最穷的国家在一个队伍的，一个水平的。对，所以我是说实话，当时确实我是崇洋媚外的，我就想，还是觉得
国外那么好，我一定要去国外去看看。当然有一种驱动力，好奇心也在，好奇心也对吧？在嘛，肯定的。加上有这个机会，我就去了。你也是抓住了这个机会。在去德国之前，你对德国有多少了解？然后你觉得？我很少了解，但是我知道德国是一个非常发达的国家。加上我当时那个项目负责人有的时候跟我说德国一些情况，我当然是比较向往了。那你在到了德国以后，因为这个当时你说 GDP 我们这边400，他们那边2万，那你是怎么样来在经济上面能够解决支撑经济的，就支撑我的这个留学的费用支撑你留学的费用。我可以说对。德国呢是不收学费的，当时1分钱都不收，只收每个学期好像很少，几十马克，当时是马克，后来才变欧元，几十马克的注册费，它是包括学生费的费用加在一起就几十马克，很少，所以这可以忽略不计，就这个费用。然后呢，平时你就负责你的房租呀、生活费就可以了。那时的房租还没现在这么贵。那时的房租好像我记得1个月最便宜的时候是258马克，就相当于130欧元。当时我父母的那个全部的积蓄呢，大概是1万人民币，当时已经不少了，不少了。然后换成那个我的担保人帮我换成那个马克，90年代中期嘛。对，然后就是支撑我前几个月在那里的费用，生活费。然后呢，到了第1个学期的寒假，我就出去打工去了，因为我们是可以打工的，在那边留学，允许。而且当时这个整个寒暑假你都可以去打工。而且当时在德国打工是不用交税的。这么好。学生不用交税，对，税前就是等于税后。对学生来说，当年在那边打工那应该可以了。对，而且当年我告诉大家。因为中国的工资很低啊，是人民币200多块钱1个月，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我的最后一份收入就是200多，94年的时候。是吧？对，我们广西啊，广西。然后呢，在那个地方打工，当时1个小时打工大概是100块人民币，1个小时，每个月打10个小时、15个小时，就可以满足我大概就是差不多半个月吧。或者大半个月的那个开支了，在德国轻轻松松，很轻松，对，当年很轻松。其实我认为呢，德国，我刚去的德国的时候是德国的黄金时代，而且当年是德国刚刚统一啊，机会很多。那现在你已经多少年了？在德国？我31年了。31年。而且回头起来，我觉得德国的那个进步没有多大，或者说。很多方面是原地踏步，对，甚至是往后退，对。那现在30年以后啊，30年以后，你现在对国内的一个，就是你也经常回国嘛，对，看到的就是我们祖国的变化，然后再跟德国的这样的一个变化，你觉得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些方面的差距啊？你说印象最深刻，我真的说不清楚。但是呢，我可以说几个方面，比如说吧，我当年去德国看到的能够使用的东西，现在在中国都可以，甚至呢比德国更多了。而且更智能化。德国你也知道很多东西没有我们中国那么智能化，对不对？比如说出行啊，还有支付啊这些啊，对吧？这些都没有德国。是。另外一个呢，生活的便利程度。对。以前我觉得德国的生活很便利啊，出行很便利。当时中国那个城市有地铁的很少的，94年你想，我不知道上海有没有地铁，当年上海是1号线，只有1号线对吧？而且正在建，对啊，你看现在已经有无数条的那个地铁了。在德国的斯图加特，我觉得可能地铁加上轻轨这种，可能加起来没有延长多少。就更不用说斯图加特的那个斯图加特火车站那个项目，90年代就讨论了那个项目，就开始讨论那个计划了。到2026年还没有完工，听说又要延期到2030年，是听说呀。也就是说到2030年可能又要延期。对，你看一个项目30多年啊，这是一个马拉松了，而且只是一个火车站项目啊。对啊，是啊，就是一个火车站项目，就是那边是永远都造不完的这么一个项目，比那个柏林的机场还要慢好多。对，就是现在就德国这种大型的那个项目管理能力啊、工程能力，德国是没有的，因为它工程师特别缺乏，对吧？现在是缺了，以前是德国工程师是世界驰名的。然后我觉得它的整个产业链并不是完整的，对吧？不完整，因为很多东西你缺就要从国外进口，比如说从中国进口啊，很多原材料现在也要从中国进口。而且它
它是以前有的产业链，现在未必保得住。一个是外包了，在流失另外一个呢，你外包之后，你的那个这个知识就流失了，没了，对，know how 没了，然后你就断层了，对你就没有那个人才了。这里，对的，对。这是整个我觉得除了中国之外的那个外国那个缺乏的东西。就是我补充一点，就是在你刚才说的那些基础之上，我觉得在中国是特别安全的。哦，对，安全性对的，这非常重要，很重要。我在德国的时候，之前几年我是没有任何的对安全上面的担忧的。但是在我回国的那一年，我开始觉得整个社会的这种气氛，还有只要你到地铁站，到您说德国火车对吧？站，我是在说德国。火车站的这些情况，你就会觉得，感觉这个安全确实是个问题的。而且在德国你也知道，就是火车站是一个比较人员很杂的地方，比较乱，对吧？对的，这个乱真的是有危险的那种乱，是的，治安的那种乱啊，是，并不是杂乱无章那种乱啊。有的时候心里会咯噔一下，就是那种紧张。脏，你看脏也就算了，你认证了我以前我在咱们视频当中，我无数次提到，我这几年，特别是这几年啊，在德国，我特别就是担心啊，去人员密集的地方，特别是火车站，我老觉得不安全。因为呢，过去在德国发生很多起持刀砍人的事件，还有恐怖袭击事件，这都有。就因为我有一次我的亲身经历，在地铁站，地铁站晚上，2帮流浪汉互殴，就拿着那个碎酒瓶子砸对方，这个景象让我有点。是科隆还是哪里？科隆。而且就是在市中心的地铁站。但是呢，还有一些这种瘾君子。对，瘾君子，对，就是那种有点摇摇晃晃，对，但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有可能会撞上来发作，对，发作或者什么。因为我是有一次是被一个瘾君子就这么推呀、搡啊的，就是骂脏话的。还有呢，德国不安全，我认为还是摄像头太少了。他们就是反对摄像头嘛，就是所谓的那个数据保护嘛，对啊，就是隐私保护。对，实际上这一点呢，我想跟观众朋友们说一下，因为其实，在很多的西方的大城市，摄像头并不比我们少。就是像伦敦，比如说伦敦，对，伦敦的摄像头是很多的，他们嘴上不说，但是行动上还是在做的，也是装了很多摄像头。那德国人就是非常的害怕这种数据隐私啊，这一点呢，我又要说，就是德国人对这种，数据啊什么的这些他自己 personal 的，资料的一些担忧，已经真的就是担忧到了一个境界了，病态了，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很多事情都因为不能透露电话号码什么的，全都不能做啊。但是我另外一个我得反驳一下所谓德国人啊。数据保护、隐私保护，德国其实就是美国的数据殖民地啊。是啊，因为它没有自己的平台，都是美国的。你只要上网的东西，你的数据全部都是源源不断的输送到美国那边去，对吧？没有一点隐私，其实。但是他们就他们德国前总理的那个他的电话都被监控了，哪有什么隐私啊？他们都不介意。所以我觉得这是特别可笑的啊。就是一种。怎么说呢？就是一种 narrative， 就是一种叙事。对，是的。这种叙事让人产生紧张，就是因为你在德国的时候，在他们的国家1台2台，你经常会看到那种关于中国的纪录片，没一个是好的，全都是说中国的摄像头啊，就是监控国家。他说监控国家，他说中国是监控国家，专制监控国家，然后就是那种纪录片，然后呢就是加上滤镜啊，拍得像恐怖片一样，就是还有背景音乐，然后呢，而且是最可恶的是在那个我记得是在我们北京冬奥会期间黄金时段，对，然后在现场直播那些比赛的间隙，给你来一段什么关于新疆，关于那个中国的。这个监视啊，就是然后呢，就各种镜头，把我们高速路上的这些镜头啊，那个全都拍下来，所以这种是有意的了，就是已经是在丑化跟扭曲了。对，说到北京奥运，我还想起一个细节，你知道有多搞笑吗？当时德国代表团、冬奥代表团，他们有一个这样的操作啊。就是所有他们平时用的手机搁在国内，然后专门买一只新手机，因为他说我们的数据不能给中国政府监控，然后呢，
买一只新的手机啊，只装一些东西，你看有多可笑。我是觉得现在的德国人太自以为是了。是的，你你有多重要呀？不是他自己有那么重要吗？对呀，他的数据对我们有什么用呢？这我真的有点不理解啊！就是这种对数据的恐慌已经达到了，实际上从另外一个层面是真实的反映出了德国人内心的不安全感。德国是世界上保险最多的一个国家，为什么？因为他们就是感觉不安全，这点就是在他们的方方面面，实际上是给人造成了很大的焦虑的。对。我还想说点题外话，说到冬奥会啊，冬奥会之前你知道吧？你也可能还有印象，就德国一直在讨论抵制北京冬奥。对呀，抵制啊。对呀。那么我就想到了，现在特朗普，你看他对那个伊朗是侵略的啊，还有对委内瑞拉，对吧？但是德国从来没有说到抵制在美国举行的那个世界足球赛，从来没有。太双标了，就是对吧？在欧洲，就是越看他们的媒体呢，就有的时候真的是挺气愤的，也感觉到他们怎么能够这么双标，双标到一个就是黑白颠倒，不分是非不分一个程度。这个双标是我其实不喜欢的，所以，离开那样的一个社会也是我，真的就是，很大的一个愿望，我去年实现。而且你也发现嘛，就是在德国有这样的感悟吧，就德国整个社会，不管是它的媒体还是社会整个氛围啊，都是负能量比较多，太多了，是吧？负能量太多，就正能量太少了，大家都在抱怨，然后呢？抱怨又不是那种建设性的抱怨，没有实际行动，就是有的人他批评他是建设性的，对，他会给出一些建议，或者是我们该怎么做。但是德国人没有任何的动力去把事情做一个正向的改变，是的，或者是那个叫去有一些新的想法去实施，没有的，他们就抱怨，就是这样。就这种抱怨是非常负能量的，而且呢，他们看事物的一种方式，我觉得也是负面的，就是他们看到一件事情，像我们想到的可能是这件事情新科技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好处啊？对，就能够省多少钱，能够改善什么样的东西，但是在他们眼里就是首先想到 risk， 很多的对很多的 risk， 然后呢带来很多的就是不确定性，他们最讨厌的就是这种不确定性，对，不确定性以及风险，这么想了，你就不会去做一些敢于尝试的事情。当然，就是说德国呢也有好的地方啊，毕竟它作为一个工业强国，还是底子非常厚的。我觉得撇开德国政治不说啊，德国人像你刚才说的，他说了什么，他一般来说，如果是跟你是朋友，他说我怎么样，他会兑现他的那个诺言，或是他对你说的东西吧。对，但是政治就不好说了啊。政治不好说，政治是现在已经玩过头了。德国是非常欣赏这个忠诚的，无论是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啊，就是还有呢，就是朋友之间的一个友谊的忠诚。所以有一句话说，就是在德国你认识朋友很难，但是一旦德国人跟你做朋友，那有可能是一辈子的朋友。另外呢，我觉得还在德国还有我们中国很羡慕的，比如说他有多少的带薪假呀，每个礼拜只工作几个小时呀，这种福利当然好。但是你们要知道啊，这个福利其实是不可持续的。它到了一定阶段之后，你这个经济就没有那个竞争力了。但是现在他们目前就是像上了瘾一样，就是还是非常享受这样的一个福利，是也确实是个福利，对吧？当然是个福利啊，就一年休息30天，然后我也羡慕啊。对啊，就是年假就是30天，而且不包括公共假日的30天，也不包括周末。所以这个对他们来说，实际上他们做过一个调查，德国工时最少的，人家都以为是法国，但最后是德国，对，就是他们工作时间最短，但是现在德国还要求4天工作制，所以那个莫茨访问正在要求啊，就是访问以后就是到德国就这怎么可能呢？对，要4小时，然后又要我们有竞争力，然后又要。就是说，那么多福利，这样那样福利，那就是要面对中国制造业的这么大的竞争，你说他怎么能够竞争呢？对吧？一方面，所以他只能采取保护主义，这是他唯一的出路，就是不让你中国人进去。当他们的自己造的车卖到那么贵，造成能够负担得起的人越来越少，你说他这个市场还能持续吗？
所以我就说不可持续嘛，对啊，这所谓这些福利是不可持续的。就算我们中国人不去跟他竞对争，他也持续不下去啊。然后我今天还看个新闻啊，就是德国大众集团，他又要那个裁员5万，在德国一点都不稀奇啊。德国的破产2025年达到了差不多3-4万的这样的一个数量级，创历史新高，又创历史新高。对，现在的失业率是超过了300万吧，也是一个历史高点。中国的人口是德国大概17倍，德国的300万就相当于你乘以17，就知道有多少千万失业了。我很难想象德国这样的管理模式，再加上他们的选举制度，到中国的话会是一个什么景象？我想象不出来了。对，所以我就是刚才告诉大家，我们看待一个国家呀，不能只是静态的看，也要动态。目前总体来说，德国绝对是要比中国发展啊整体水平要高，但是呢，德国原地踏步，对吧？或者是有的地方走下坡路。中长期来看，动态这个过程不能忘记啊。中国的平均水平，我觉得可能还没有达到目前德国的啊，肯定没有达到，这是肯定的。但是局部我觉得已经超过德国。当然啦，就像上海啊，就是广州这些1线城市，还有工业方面，对，很多都肯定超过德国的，肯定超过德国。我每年都能看到进步。是的，就算它落后，但也它在进步。就是大家都是想把事情做得好一点，这种精神状态在德国是看不到的，因为他们就没有这个动力，就没有这个动力去把事情做好，这点很难办啊。另外一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观察到，在德国呀，比如说这一代人以及下一代人，做民调，有多少人认为下一代人要比这一代人的生活更好？哦，那没有，那是很少的，也就是说。下一代人他们是不如现在的人的，这个不用做民调，这是一个 fact， 这是一个事实。一代不如一代。不光是德国，整个欧洲都是，他现在的孩子已经买不起房子了，他们也就不想买房子了，因为这个对他们来说太遥远了，他们的工资啊，然后支付账单有的都很吃力。就是买房子是根本就想都不想了。就是现在德国日子好的都是以前就是上世纪甚至80-90年代积累起来的财富，还有包括我在工作当中接触到的50几岁的德国人，他们的工作是非常好的，是又高效又负责任，出来的品质没话说。但是现在下面的人就不行了呀，对，下面他们的这个工作态度就完全不对了，他们就是想着就是度假、窝牢，就是 holiday 度假去，对，就是享受。实际上，德国的孩子也是非常娇惯的。德国孩子的路很多都是父母给铺的，他们出去到国外去做交流生，10几岁的时候，16、17岁的时候去国外做交流生啥的，也都是父母给钱，是的，对吧？出去。那个就是，然后呢，还有他们的那种实习制度，实习制度实际上靠的很多都是关系，不要说中国人讲关系，在德国也特别讲关系，也讲关系，是的，他们是，如果是你有人，他们那种关系不是说我开的公司你随便去干吧，他们不是，他们就是说。我帮你介绍一下，对吧？我是一个非常有社会地位的人，我帮你介绍一下，然后对方就非常的认可这一套，因为他觉得你社会地位什么这些都是一个证明，非常强有力的，对，就是推荐。有人推荐是一个捷径，是进入那些高品质资源的捷径，就是所以说在职场也一样，完全一样，对，就是如果你没有好的。推荐人或者怎么样，你就根本就进不去一些，高品质的资源。你现在还经常去德国吗？你说你已经回到上海了。由于工作的原因，有的时候还是会去的。现在去德国的心情是挺轻松的。就是轻松一些，因为我不用去面对。但有的时候，就像我上次回德国出差，一回去交通就失灵，然后就那种痛苦的回忆一下子涌现回来，就是也是有点紧张。但现在毕竟我的家已经搬回到这里了，我的心态是非常放松的。到德国就是单纯的工作，然后呢就是跟朋友们见面。
这点就我也是祝福德国能够越来越好吧，因为我相信日耳曼民族还是有它优秀的地方的，它都有轮回，就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它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是这样一幅景象。我相对来说还是有点悲观。你说德国有翻盘的机会吗？但是我觉得可能不大。为什么呢？如果他不跟俄罗斯搞好关系，他就得不到便宜的能源。那如果没有便宜能源，他的经济怎么上去？但是你要从最近我的观察，实际上德国国内的声音，不同的声音也在越来越多了。认可一个比较务实路线的人正在增多。就是比如说想跟中国做生意的人在变多，需要做改变。我觉得这个改变还是有可能的。毕竟就是说他现在还没有完全的输，还是有机会的。只要是这部分人能够更多的这样的就是采取那种理性务实路线的人增多。我刚开始到德国的时候，我是觉得德国人是非常客观跟理性的。但是过了2-3年以后，我觉得他们已经在意识形态还有在唯心主义方面超过我们了，超过以前文化大革命时候的中国人了。就是他们是非常唯心主义的，就完全是生活在自己的泡泡里了，生活在自己的肥皂泡里头，就自我的这种意识形态非常的强烈。但是一个社会如果是有这样的人占大多数的话，那就是没得救。那如果是做生意的人越多，务实的人越多，理性的人越多，那这个社会还有救。好吧，那我们以你的这个作为一个金句结尾吧。对，德国还有救，希望德国有救，对我也好一点。就是我是希望，就是像德国这一次，莫茨来访问，他不是看了语数机器人吗？是啊，我觉得他这个背后是有深意的，因为目前德国拿得出手的，也就是一些精密的元器件，是的，对吧？这个是如果是跟中国的机器人产业能够结合在一起发展的话。就这个，所以说中国也那么卖力的在展示这些机器人，因为我们也是第一个需要他们的这个制造方面的一些 know how， 第二个呢还是需要他们的市场。我认为还是主要是市场，因为你打开德国市场的话，也就是欧洲的市场，是的，基本上都能西欧的市场都能进去了，对吧？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以一个合作吧，因为现在目前。经济它是跟政治结合在一起的，地缘政治结合在一起的，所以才会产生出这么多的 conflict。以前我们跟德国也是有过黄金时代的。不过这 conflict 对我不得不说，主要是从美国，然后呢，美国人来的，他整个伙伴对的，这样是发起的，对不对？是由美国，然后呢还有他们的媒体，犹太人控制的媒体，就是上面的这些叙事，对，然后西方人就特别的跟，这个对我们中国造成的伤害是。真的是无限的很大，但是现在情况也在慢慢的转变，由于社交媒体的，由于我们的一些出海，就是产业的在不断的往外走，对，各种原因，就是他们是现在处在一个害怕的阶段，还有西方非常的害怕。我认为这次那个美国以及那个以色列对伊朗的攻击，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对，导致了美国它的那个人设坍塌了，对吧？就是可信度。然后他就把这些国家往中国那方面推吧，可以是这么说吧。但是之前的关税也是啊。对啊，关税战也是。我相信始终有一天，整个世界会用另一种眼光看中国。希望如此吧。对。